家政老师第一天上班就和学生互扇巴掌，只因女孩老是用手抓别人的食物，家人们全都纵容她的做法。可是新来的老师却不打算惯着女孩，抓住手制止了她的无理行为。谁料女孩的父亲却让她宽容一些，说孩子不仅看不见，还又聋又哑，不必对她太过严苛。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my plate, Captain, only that Helen's hands don't belong in it. One plate is hardly worth spoiling our breakfast over. 见老师依旧坚持自己的做法，父亲没耐心地发出警告。没办法，老师只能遵从雇主的意愿。可女孩非但没有收敛，甚至直接躺下撒泼打滚。老师实在忍无可忍了，直截了当地指出家长毫无底线的溺爱，才导致她成了这般模样。为了改掉她的恶习，老师将家人们全都赶出了餐厅。 This is absurd. Arthur, I am sure that she is only trying to do what is best. 父亲气得要求妻子立马解雇老师，就算把孩子送到疗养院过一辈子，都比交给他虐待要好。然而此时的父母还没意识到，这个不配称作老师的人将带领女儿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当女孩再次用手抓食物时，安妮立即将餐盘移开。身为富家千金，哪里遭受过这样的待遇？女孩脸上满是愤怒与委屈，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而安妮却对她置之不理，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独自用餐。海伦见撒泼根本不起作用，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朝着安妮大腿就掐了上去，随即趁机伸手抓饭。可老师的态度依旧坚决。海伦被彻底激怒，毫不犹豫地朝着安妮就是一巴掌。她没想到老师当着爸妈的面竟会还手。就这样，女孩没打老师一下，安妮全都如数奉还。海伦被气得直捶桌子，意识到这个老师不好招惹，她只得摸索着黑暗寻找妈妈。然而摸遍所有角落，每一个位置上都没有人，顿时恐惧如潮水般涌来。她慌张地用力地拍打房门，发出绝望的哭嚎。此时门外的母亲揪心地疼，安妮觉得是时候了，一把将女孩拎回座位，准备教她正常人的吃饭方式。海伦很不情愿，一次次的逃跑，安妮也是一次次的将她抓回，就算钻到桌子底下躲起来，也得把她拉出来。可女孩就是怎么也不肯屈服，强烈的叛逆心理让她直接爬上了餐桌。由于周围一片黑暗，她在餐桌上走得踉踉跄跄，内心的恐惧也从脸上流露了出来。一旁的安妮十分的紧张，挪开椅子，随时准备接她。女孩被吓坏了，双手止不住的颤抖，摸到女人并不是妈妈时，又害怕的缩回了手。安妮重新盛了一盘。海伦以为对方妥协，于是再次用手抓向食物，谁知又被制止，还往手里塞来了一个勺子。女孩生气地扔向远处，不曾想安妮竟强行将她拎到勺子旁，让她亲自捡回勺子。就这样不断重复，终于安妮手把手地让女孩吃到了第一口饭。可安妮还没来得及高兴，却被喷了一脸的残渣。女孩的无理终于让她忍无可忍，拿起桌上的水壶，直接泼到了女孩脸上。海伦整个人愣在原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安妮强行抓着用勺吃饭。这一次女孩终于妥协了，乖乖地将食物咽了下去。安妮抓起女孩的手，用手语示意她做得很好。可就在她以为成功的时候，不料海伦却一把扯住她的头发，一起摔倒在了地上。就这样，两人再次陷入了僵局。直到午饭时间，母亲才看到女儿一脸惊恐地逃了出来，独自蜷缩在墙角，看着女儿害怕的模样，母亲很是心疼。就在这时，安妮也精疲力尽地走了出来。 Helen ate from her own plate with a spoon. The rooms are red, but she folded her napkin. 母亲瞬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着海伦喜极而泣，而安妮则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房间休息。母亲专程追过来感谢老师，并对丈夫的态度而道歉。她向安妮聊起女儿，她本来是个健康的孩子，却因为一场猩红热成了一个聋哑的盲人。海伦对周围非常恐惧，所以才变得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打砸家里的东西。要不是安妮的出现，孩子就会被父亲送去疗养院了。安妮谈起书上的案例，也是一个和海伦相似的孩子，2岁的时候因病致盲。 Did he succeed with her? He did. 母亲听后很是开心，她看到了女儿恢复的希望。安妮提醒了女人，像她那样把孩子当成宝呵护是没用的，必须让海伦学会保护自己。安妮曾经也有视力障碍，差一点就成了盲人，所以她非常能理解海伦。但是安妮希望通过自己的引导，能教会海伦盲人与世界交流的方法，才能更好的正常生活。于是安妮首先想教她认识字母。见海伦抱着洋娃娃爱不释手，摸摸娃娃的嘴巴，又摸摸自己。安妮见状连忙抓起她的手，用手语比划字母让她摸，然后掰着海伦的手重复刚才的手语。海伦学得很快，仅仅学了1遍就能准确无误地拼出单词，这让安妮欣喜不已，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然而哥哥却在一旁泼冷水，说妹妹像个猴子一样模仿人。 She has no idea what words even are. How can she spell them? If her fingers learn the letters now, then maybe someday her brain will learn that they have a meaning. 安妮将哥哥赶走，独自一人进行教学。她拿走海伦手中的洋娃娃，想要教她其他单词。不曾想海伦却突然变得暴躁起来，想要找回洋娃娃。安妮只是拿出蛋糕晃了晃，闻到美味的海伦瞬间就消停了下来。她掰了一块放进女孩嘴里，随即拉着手比划蛋糕的单词。 E. Cake.
没想到教学进展得这么顺利，这次海伦很轻松就模仿了出来。安妮也奖励了他一大块蛋糕。随后，他想再复习一下洋娃娃的单词，可是海伦却异常的抗拒，直接用娃娃砸向了安妮的头。他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门外，还顺手将门反锁。I wondered if she was bright. She's the brightest one in this house. 安妮猜测的没错，一个残缺的小女孩将全家人都刷得团团转。母亲翻遍全身也没有找到钥匙，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搭了个梯子，将对方从窗户接了下来。安妮找到独自一人的海伦，观察他平时的举动，只见他警惕地试探了一下四周，确定没人之后，竟从嘴巴里掏出了藏匿的钥匙，偷偷扔进了水井里。Oh, you little devil.If you think you can get rid of me that easily, you're wrong. 安妮这下终于确认了，海伦的心智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还有些小心机。晚上，她给院长写信，探讨对海伦的教学方案，可没想到女孩却不小心打翻了墨水，还好奇地一直触摸。见她这么感兴趣，安妮顺势教起了墨水的单词，并手把手教她写字。不过一个没注意，海伦就用钢笔扎到了手心，瞬间疼得坐在地上吮吸手指。她生气地摔起洋娃娃，还摔碎了桌上的花瓶。安妮见状，赶紧教育她这是不对的。Bad girl. No, never you mind, Miss Annie. It's not the first. The captain thinks that your spelling everything that Helen does is like spelling to a fence post. 安妮听后连忙向对方解释，以海伦的心智，学习拼写没有任何问题，还抓着她的手向太太展示，夸赞海伦是个聪明的孩子，一定能学会手语的。就在两个大人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的时候，海伦却报复性地用笔尖刺向了安妮。她被妈妈一把拉开，不停暴躁地咆哮，直到被妈妈喂了一颗糖，才安静下来。Why did she get a reward for stabbing me? 安妮这才明白海伦暴躁的原因，因为每次这样都能得到奖励。第二天，安妮在教她认识楼梯的时候，海伦开始表现得异常抗拒。这一幕被一旁的父亲目睹，再次对安妮的教学方法产生了怀疑。晚上，他劝告安妮得改善自己对孩子的态度。You must convince me that there's a slightest hope of teaching a child who flees from you like the plague. You could show some sympathy. 可安妮发现的问题也是这一点。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海伦的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比小猫小狗都难以管教，而这一切源自父母的同情与溺爱。如果继续待在这里，海伦就彻底的废了。Obviously, Miss Sullivan thinks it's hopeless. Spoke of putting Helen in an asylum. Please don't give up. It is hopeless here. And the sooner we realize that, the sooner we can get to a solution. Please let me show you. 出于对女儿好的着想，母亲便决定配合安妮的想法，跟着她来到了庄园里废弃的花房。安妮提出要把海伦带到这里，自己单独施教，而且父母俩不准靠近这个木屋。想她的话，只能在白天远远地看，这样他们既可以每天见到女儿，而海伦又不会因为爸妈的庇护肆无忌惮。An asylum is no place for Helen, Captain. I grew up in an asylum. It made me strong. Helen is strong enough already. Please give me this chance. Give her this chance to save herself. 在太太的劝说下，上尉终于是松了口，决定给安妮和海伦一个机会。不过只有2周的时间，如果那个时候安妮还是无法让孩子认可自己，那就卷铺盖走人。第二天，父母特意驾着马车绕行了2个小时，才将她带到木屋前，目的就是营造出他们搬到了很远地方的假象。海伦摸索着走进房间，周围的一切都无比的陌生，直到在箱子里摸到了熟悉的玩偶，才露出了放松的表情。她挥手想要召唤妈妈。Oh, she wants me. She can have you back in 2 weeks. Miss Annie,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her. I will. 看着女儿越来越焦急，母亲也是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安妮终于得到了适合教学的空间，准备安抚急躁的海伦，可对方摸到这个最讨厌的老师的手时，就再次恐慌起来，抓着周围的东西打砸。恐惧的她躲进了床底，一直到半夜都不肯出来。安妮怕她饿坏了肚子，只能叫醒了熟睡中的仆人。海伦触碰到熟悉的小黑，才终于安心地爬了出来。安妮快速地教了小黑比划蛋糕，准备让他作为中介传递。可是海伦却好奇地过来摸索，发现了他们在比划，害怕自己的蛋糕被抢走。海伦好胜地主动比划起来。 She spells cake, she gets cake. She doesn't know what the word means yet, but she will. 尝到甜头的女孩非要挤进2人的教学中，强烈的嫉妒心让她一把推开小黑，主动让安妮接触自己。就这样，她又学会了牛奶的单词。安妮心中瞬间充满喜悦，连忙给海伦递上牛奶。吃饱喝足以后，海伦也摸索着爬到床上倒头就睡。经过了这晚，海伦不再抗拒安妮，白天会拉着她的手在田间感受自然，也认识了花朵。可是她只知道嬉戏，始终学不会河水这个单词。经过了安妮的耐心教诲，海伦逐渐变得乖巧听话。
能够安安静静的织毛衣，连吃饭也会等着老师拿勺子。 Oh, such a lady. She'd rather starve than eat without a spoon. You have taught her so much in a week and a half. 可安妮觉得这远远不够。海伦现在只是在顺从，她虽然学会了很多单词，但并不懂他们的意思。安妮想争取更多的时间，教会她交流的方式。可是母亲自从离开海伦后，每一刻都牵挂着女儿，她无法忍受这种看得见女儿摸不着她的生活。母亲觉得，只要海伦能不去疗养院，留在自己身边，简单快乐的过一辈子，也就知足了。于是她果断拒绝了提议。安妮很是失落，不过还是教会海伦用苹果喂马，也触摸到了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 Bird is coming out of its shell, Helen. You come out too. 随着安妮不懈的努力，她想要的效果也初见成效。海伦就连夜里睡觉时都不停地比划着单词。然而日子已经到了与尚未约定这天，她特意牵来一条狗，是送给海伦的毕业礼物，并感谢她教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女儿。安妮提出再延期1周，现在回去恐怕会半途而废。她马上就学会交流了。 Miss Sullivan, that dog doesn't know what words are any more than she does. The dog's happy enough, though. God may not have meant for Helen to speak, Miss Sullivan. I mean her too, Captain. 最终上尉表示，太太快思女成疾了，晚饭前一定会把女儿接走。可是现在的海伦连狗狗和水的单词都分不清，在有限的时间里，安妮只能一遍遍帮海伦修正。 This is water. How do I make her understand? How do I tell you? 安妮情绪崩溃了，只要海伦能懂一个单词，她就能带她认识一切事物。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父母第一时间就接走了海伦，家人们都对海伦的变化感到震惊。 Miss Sullivan must be a wonder. 上尉将报酬交给了安妮，对她的付出给予了肯定，同意她留下来继续教育海伦。但安妮提了个条件 Don't undo what I've done. To give Helen her way in everything is a lie to her. You've got to stand between her and that lie. Don't give in. 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一回到家里，安妮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海伦一把扔掉脖子上的餐巾，安妮重新帮他垫上，他又一次扔掉了，而且想要重新用手抓饭。安妮拿走了他的盘子，海伦又开始发脾气。安妮想将海伦带回去，可是母亲立马站出来护犊子，请求老师宽容些。 She's testing you. I know. Give in to her then. She's the one who will pay for it. 母亲意识到这样会害了孩子，于是将海伦交给了安妮。可这时父亲却反悔了，说什么也不让女儿离开。安妮非常无奈，说如果这样，之前的一切都是徒劳。爸爸重新帮海伦整理好了一切，可是刚回到座位上，海伦就报复性地扔掉餐布，起身又想抓其他人的饭。在遭到安妮的阻止后，没想到竟直接抄起水壶泼了安妮一身。这一刻，安妮终于无法忍受了。 What are you doing? I treat Helen like a seeing child because I ask her to see. I expect her to see. 安妮强行带着海伦离开，可刚刚还在夸赞老师的祖母，现在却指责其上尉，让他赶紧把孩子抢回来。不料哥哥却在此时站出阻止父亲。 What? Let her go. She's right. If you drive Miss Sullivan away from here, then we're lost. Helen is lost. Captain, please. 儿子和妻子的劝阻，让冲动的父亲渐渐恢复了理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感谢儿子帮了自己，也同样帮了海伦。而此时的安妮已经拽着海伦来到井边，她想让女孩亲自打水。没有父母的庇护，海伦也不再敢发狂，一直做着呼叫妈妈的动作。可安妮直接告诉了她 Mother's not here. Come. 安妮让她一边压泵，另一只手感受水的流动，在不断的比划水的单词，涓涓细流从指缝中穿过。海伦感到了一股神奇能量，开始主动的伸手感受，水流再次流进手心。海伦终于明白那些动作是水的意思，手中的水壶滑落。安妮也发现海伦的变化，她又用嘴唇感受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动。安妮拉着海伦的手点点头，再次给她重复水的单词。 Water. It has a name. 海伦终于将单词与水联系了起来，不停地张嘴想要发音。 Yes. Water. 海伦好奇地用手摸向水泵，安妮又立马向她解释，随后又带她认识了地面，再是花朵。海伦开心地奔跑起来，她终于知道了周围的一切都叫什么名字。他们拉响铜铃，把家人们全都叫了出来。海伦拉着母亲的手，安妮就告诉她这是妈妈。海伦用手势第一次叫了爸爸妈妈，夫妻俩激动得无以言表。海伦发现老师不在身边，便跌跌撞撞地摸着走向安妮。她拍拍对方，想知道该怎么称呼。安妮告诉她 Teacher. Yes. Teacher. 海伦重新回到母亲身边，拍拍妈妈身上的钥匙，在手上拼出老师的单词。随后她把钥匙交给安妮，又抚摸着脸，亲吻了对方的脸颊。 I love Helen.
so much. 海伦认可了这个老师，而安妮也成为了他一生的老师。海伦·凯勒长大后被剑桥女子学校录取，为就读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做准备。1933年发表的散文《假如给我3天光明》轰动全球。他以非凡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海伦·凯勒的成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奇迹，而安妮·沙利文就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她不是传统意义上温和慈祥的教师，而是带着锋芒与韧性的拓荒者。但她的教育里不变的是共情的温度。当海伦胡乱摔东西时，她看到的不是破坏，而是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她一遍遍耐心的教导，让安妮懂得了与人相处的方式，也照亮了海伦黑暗的世界。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是待被唤醒的海伦，而每个愿意付出耐心与爱的教师都是安妮·沙利文。他们以爱为具，帮学生破案为名，最终让他们能带着这份光去照亮更多人的路。这就是教师最动人的奇迹之力，也是教师节最该被歌颂的平凡伟大。